昨天，也就是6月7号啊，世台联公布了对10名涉赌的中国斯诺克运动员的官宣处理结果，处理的结果非常之重啊。梁文博、李航这2名运动员终身禁赛，最轻的赵心童也是禁赛1年零8个月，而严敏涛呢禁赛5年，鲁宁呢禁赛5年零4个月，其他的运动员基本都是2年到3年之间啊。要知道啊，斯诺克运动史上啊还没有运动员被终身禁赛过，所以梁文博啊有幸成为斯诺克运动史上第1位被终身禁赛的运动员，李航成为了第2位啊。所以这个新闻让人读起来其实挺不是滋味的。有些人就讲啊，因为斯诺克是一个小众项目，平时啊一般的公众不太关心他们啊，但没想到他们以这种方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进入到这个新闻的热搜榜。这个新闻当时在刚刚发生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这其后呢也有一些业内的人士给我提供一些信息啊，大致上可以把这个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复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讲这个处罚背后的故事啊。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败露的呢？据那个业内的人士给我讲啊，就2年前，2021年的7月20号，关心斯诺克新闻人都知道啊，这一天梁文博在英国跟自己的朋友吃饭，吃完饭出来之后啊，在路上他把一个一起吃饭的女性给打了。这个女的呢还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白人女性，据说是在吃饭过程中间发生了一些口角。梁文博喝了点酒之后，就把这个女的给打了，打得还挺重。这个女的当天晚上就报警了，警察于是就开始介入进行调查。这个案子一共调查了半年左右，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啊，英国的警方就公布了处罚结果。梁文博呢被罚款1380英镑，然后要求他在1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定小时数的社区强制劳动，也就是你到社区里头给其他人提供服务嘛啊。这个当时爆出来的时候，舆论大哗呀。然后世台联知道之后呢，就对梁文博进行了追加处罚，禁赛4个月。梁文博还是旅英中国那个台球什么什么管理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嘛，就那个时候也把他罢免了，不让他当了啊。就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没几天，就有人呢给这个世台联写匿名邮件，就指控梁文博自己操纵比赛，同时呢不但自己操纵比赛，还胁迫其他人跟其他人合伙一起操纵比赛。据说啊，这邮件中间写的内容还挺具体的。我听到的消息是，写这个邮件的人是个香港人。那么这个香港人到底啊跟被打的那个女的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啊。这2件事件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我们也不清楚啊。总而言之啊，风起于清平之末啊，整个这个赌球事件的一个大厦的坍塌就是从这开始的。当时啊，世台联接到这样的一个举报信之后啊，非常吃惊啊，就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来调查。这世台联当时调查的时候就开始找中国这些运动员逐个进行了解情况，还调取了一些比赛的录像。按照世台联的规定啊，所有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要无条件的配合世台联的调查。这些调查的配合程度要求非常高，比如说需要你提供手机的时候，你就得把手机交给世台联，把手机里的信息都拷走。其次就是你跟其他人往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包括你的电脑里的文件，需要的话你也必须交出来。还比如说你要是有银行账户，世台联如果需要的话，也得把银行账户的密码、银行流水都交出来。还有，假如说你要是有博彩网站的这么一个账号，也必须让你交，你就得交。为什么搞得这么严啊？按道理来讲，这都属于你个人的隐私啊，就是因为台球太容易赌博了，而赌博的话只需要收买1个人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世台联呢，为了防止赌博，就制定了这么严苛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规定啊。所以找到这些中国运动员的时候啊，就把一些运动员的手机里的信息直接拷走了，然后顺藤摸瓜，就基本上调查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中国的这些10名斯诺克运动员这个赌博的这么一个窝案是以梁文博和李航这2名运动员为首的。这梁文博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他的年龄最大，然后他自己不但赌博然后呢他还可以操纵其他人进行赌博。世台联认定他一共自己赌博呢是7次操纵比赛，另外呢还有9次呢去劝服操纵利用其他人呢进行赌博。而且呢他不但赌博他在这个过程中还威胁其他人呢。
当他知道这个世台联进行要调查的时候啊，他还让其他人把证据都给删掉啊，所以性质非常恶劣啊。他利用自己啊那种黑道大哥的地位啊，他是整个事件过程中间的这个始作俑者啊。我听到的一些消息啊，这梁文博啊，不仅仅啊，他其实在那个博彩网站里头进行下注啊，他呢其实还跟中国国内的一些私彩啊那个老板合作，那个其实获益更多啊。但世台联这次的调查应该是没涉及到中国国内的私盘，因为其实世台联调查的主要都是英国跟那个博彩网站里头下注的那个内容嘛。假如要是涉及到中国的那些私盘的话，那可能梁文博啊，他操纵比赛可能就不止七场了。因为梁文博实际上他这2年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啊，但是他在英国过的是相当奢侈的生活啊。那你想想这钱是哪来的？那都是多数情况应该通过赌博获得的嘛。这是梁文博。其实那个李航呢，是在博彩网站上他有一个账号，所以很多运动员的这个下注啊都是通过他，因为那些运动员。英语也不是特别好，也不太懂怎么下注啊。所以李航呢，别人要下注就找他，通过他这个账号进行下注。那李航呢，因为年纪也比较大啊，普遍比其他运动员大10岁左右，所以很多人到了英国之后呢，就认他当大哥嘛。他们基本都住在英国的谢菲尔德，然后这李航呢，在生活上也会帮助他嘛。这过程中间对这年轻人就会有一些影响，就动员他们进行下注啊，参与赌博啊。所以这2个人的行为是最为恶劣啊，而且呢，也都有威胁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里头呢，比较可惜的就是严敏涛啊。严敏涛啊，当时在发现的时候，他世界排名第16，能够打进世界排名前16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次世台联啊，认定他一共操纵了4场比赛，但是大家啊最为知名的，他跟那个赵金童的那场德国大师赛的决赛啊，打成0-9那场比赛，没有认定是操纵比赛啊。但是我看完那场比赛，我怎么看我怎么觉得像是一场假球啊！但是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认定那场比赛他们操纵了整个这个比赛啊。赵金童呢是最轻，因为呢现在的证据显示，赵金童啊是帮助严敏涛找那个李航去下注，他自己没有获益，然后也包括他频繁的在这个博彩网站上下注其他人的比赛。那么当时世台联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啊，就在今年4月份。组织了3场听证会。我觉得英国这体育比赛管理委员会挺好的，就是他对这运动员的处罚啊，他也不是直接对你进行处罚，他要搞听证会。听证会的时候，他们调查完清楚之后，要把证据提交给这么一个听证会啊。每一个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自辩，你还可以聘请律师。就我了解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敏涛和赵金童呢分别聘请了律师。这其中这个梁文博呢，压根就没去。梁文博一看事情不好呢，就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说他退役了，他不再参加这个所有的世台联的比赛了。同时，他给世台联发邮件，他说这些人都是对他进行构陷，然后他讲针对中国运动员，你们搞这个调查是搞种族歧视，所以他根本没去。这李航呢参加了这个听证会，但是他参加听证会的过程中间态度非常之不好啊。在4月26号的那个听证会上，他情绪非常激动啊。大声的这个抗议，最后还被法警警告了好几次啊。那么在这个听证会过程中啊，这个严敏涛和赵金童请的律师在法庭上对他们进行了辩护。辩护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中国的运动员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因为他第一年龄非常小然后呢也不太懂英语，就来到了英国进行生活。所以他在英国社会里头孤立无援嘛，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特殊的小的圈子，就是这些中国运动员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比赛，然后共同训练。所以呢，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这个圈子里头那些大哥的影响。这个呢，确实也是事实啊，因为多数这些打台球的这些年轻人呢，在中国的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教育，根本不懂英语。他为什么去英国打球呢？是因为英国有非常成熟的斯诺克的联赛嘛，所以他们到英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家庭，只能依靠这些大哥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是非常容易受影响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疫情期间对这个事情也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疫情之后整个斯诺克的比赛都不正常了，所有中国的比赛已经停了，这些运动员也回不到中国了。
回归到中国之后呢，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啊，很多人呢收入是入不敷出。这世台联在搞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啊，有2名中国运动员当时经济状况窘迫到什么程度啊？其中有1名年轻的运动员，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只剩下了100英镑，没有钱了。另外一个人还借了别人15000英镑。那你想想，这些生活所迫，他总要有一些收入维持自己的生计嘛。所以，当那些大哥们提醒他们要搞这个比赛啊、操纵的时候，他们就从了。其实大多数这些操纵比赛，我看了一下啊，最后得的那个钱也不是很多，一般来说就是几千镑啊，4000镑、5000镑，高的就是8000镑，获得一场比赛的好处。所以你想想，实际上获益是非常少的。为什么获益这么少？他们也愿意干呢？那说明他们的生活压力确实也比较大啊，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他就说啊，就是其实世台联并没有对这些斯诺克运动员进行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禁赌教育。虽然你世台联对赌博本身有很多规定啊，你规定你不能这个涉及到这样的言论呐，不能参与博彩行为啊，但是这些运动员进入到这个联赛之后，你没有相应的教育啊。那么你没有相应的教育，你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那我个人觉得呢，就这些律师啊所提的这些内容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啊。严敏涛和赵欣彤啊自己也都发言了，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闭门会议中间自我陈述啊。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要对整个这个处罚进行一场听证会，他们的原告方想提议梁文博是禁赛18年。这个李航呢是17年，鲁宁是16.5年，那严敏涛他们都是7、8年嘛，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严敏涛啊和赵欣彤啊，他们自己在法庭上都表达非常悔恨，然后呢愿意配合调查，因为按照当时世台联的规定，你只要愿意配合调查，很早就承认了啊，他就会减免你1/3的处罚时期。同时这2个人呢也都分别接受了，就是心理咨询，禁赌方面的心理咨询。就说自己要戒除毒瘾，实际上他们都有毒瘾呐。我了解的信息啊，那赵欣彤他们严敏涛他们平时就在那赌场里头是常客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世锦赛啊，在斯诺克里头啊非常有名的世锦赛，每年在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进行。就在克鲁斯堡啊，步行不超过10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赌场。这个赌场中间的常客就是这些中国的运动员。包括那赵欣彤，常年在这里赌博，据说他们一晚上赌博啊，输赢都是几万英镑啊。那你想想，他确实是有毒瘾呐，所以他怎么戒除这个毒瘾，他们自己也都分别接受了心理咨询呐。当时5月3号做完之后啊，很多人都预期啊不会处罚太重，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时间拉得比较长，那就说明他们内部有分歧嘛。第二呢，毕竟是这大规模的中国运动员，你还要考虑到中国市场啊对斯诺克运动的贡献。如果你把中国运动员都团灭了，那中国可能举办斯诺克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也就不存在了哈。但是最终在6月7号出台的这个处罚结果，我们看到了结果应该说是非常重的。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接下来讲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处罚结果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斯诺克这些运动员啊，应该说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差不多就结束了。且不说梁文博和李航啊终身禁赛啊，这梁文博甚至都有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呢。因为在英国啊，博彩是合法的，但在中国可不合法呀。更何况他可能还涉及到跟一些私彩合作呢。所以事情出来之后啊，他就跑到香港去了，最后据说又跑到迪拜去了啊。他们是肯定是完蛋了。但是像鲁宁、像严敏涛，这是禁赛5年，5年的禁赛期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其实是非常重啊。因为5年之后你的积分清零了，你要重新打斯诺克啊，你得从业余打起，然后获得这个职业的这个资格，你最快也得6年到7年才能重新回到职业赛场。然后你6、7年，说实在的，你没有打职业联赛啊，你那个竞技状况是很难保持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所以啊，对于这个大多数中国运动员来说，这个职业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应该说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么一件事情啊。第二个方面，就我了解的啊，就现在这些法庭上呈现的内容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就我在前面讲了啊，
就梁文博，我听到业内的消息，他就跟国内有私盘合作。所谓私盘合作，不是英国那些正规的博彩公司啊，就是在国内私自下赌，就是下赌这些斯诺克的比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再跟梁文博他们抽成合作，梁文博负责这个头啊，把这个钱呢再分给一些操纵比赛的这些运动员啊。那这一部分应该说世泰联要想调查就非常困难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调查的结果都是跟那些合法网站下赌的。这合法网站下赌的过程中间，你还可以通过你下赌的那个内容跟比赛的结果不一致，你去做。但是中国这些私盘赌博你怎么查呢？英国你查不到啊，你不可能在中国查到这私盘赌博。私盘赌博它也不太会跟你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世泰联去合作啊。所以啊，就这里面可能啊，很久以来中国的这些斯诺克运动员呢，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就是赌博。打台球啊，只是在特别关键的比赛上，他进行正常比赛。很多情况下，他只要有机会就进行赌博。所以这个啊，我觉得世泰联啊这次处理的非常重啊，也有道理。为什么呢？杀一儆百啊。因为过去啊，你那个胖子李，你禁赛7年，操纵7场比赛，那这次搞了终身禁赛。所以这次我看他们那个处罚结果里头讲到了啊，他说过去确实没有过终身禁赛。但是他们参考了网球界的这么一个先例啊，这先例就是说，网球比赛跟斯诺克也是一样的，只要收买个别运动员、单独运动员就可以操纵整场比赛，所以网球比赛就有终身禁赛，就是这个高压线你不能碰，你一旦要是碰了的话，要对你进行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我觉得世泰联这一次啊，对整个中国运动员呢处罚非常严啊，可能大致是这么一个原因啊。但是这里头，我觉得啊，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处罚确实也有点重。你比如说那常冰玉啊，常冰玉是在这个梁文博自己先下注买的这场比赛，根本就没有跟常冰玉讲。下注完了之后，他给常冰玉打电话说：“哥们儿，我下注你的比赛啊，你就得按照我这个方式打啊。”那常冰玉害怕，就按照他那个方式打了。而且事后呢，这个梁文博并没有给他钱。那常冰玉完全是在被胁迫的状态下搞的。那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酌情考虑，但实际上处罚结果也蛮重的。第三个方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也有人抵挡了，并不是人人都去参与这样的赌博啊。你比如说曹宇鹏，当时梁文博给他打电话，想让他参加这个赌博，结果呢给他发了 WhatsApp， 正好他的老婆在旁边看到了他的信息之后，就直接把梁文博给拉黑了，就说你不要再跟我们家常宇博联系了。这曹宇鹏过去啊曾经参与过赌博，被禁赛过，所以呢他知道这个高压线不能碰。包括那袁思俊，那也当时去找他，他们就没同意啊。所以这里头还是个人呢在这个里把控问题。应该说斯诺克运动啊，如果不能彻底远离赌博啊，那么这项运动没有前途。或者说中国的斯诺克运动啊，如果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呢不能远离赌博啊，那么中国的斯诺克运动也没有前途。我们欣赏比赛，归根结底啊，还是要欣赏一场真正的对抗。那么运动员在场上的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是真实的。假如那是一场表演的话，那这场运动只能会离普通的观众越来越远。就比如说梁文博跟赵心童那场比赛，是吧？那打成了0-9。如果我要是知道这场比赛是一种表演的话，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看了。所以啊，竞技体育的真正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赌博应该是腐蚀了这场比赛最根本的体育精神。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整个斯诺克运动，也包括中国的斯诺克运动界啊，都通过这次的处罚吧，能够接受教训。这里头我最后还得讲一下，就严敏涛的4次操纵比赛啊，有一次是他16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刚刚进入到职业比赛几个月，他就参与赌博了。但这件事情我了解的信息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件事情7年前世泰联就知道了，他当时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中国啊，好像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英国啊，去跟世泰联去沟通协商，就把这件事情给摁下了。于是呢，这件事情就没有曝光，严敏涛也没被处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
严敏涛后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酿成大错。结果呢，现如今被禁赛了5年。我就在想啊，如果当时严敏涛这件事情就把他公开了，就把他处罚了，或许呢，中国也不至于导致这10名斯诺克运动员被一锅端了。严敏涛或许也不会或许今后其后也不会继续犯错误，换得今天这么一个惨重的下场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